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听书学史。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和田秀树先生所著的《老年的品格优雅、智慧且有趣》这本书。从孩童成长为成人，再逐渐步入老年，这是每个人都无法避免的自然规律。许多人在青春期这个从孩童向成人过渡的重要阶段，往往都会认真的思考，以后长大了，我想成为什么样的成年人？然而，当我们从成年人迈向老年时，能有多少人会停下来思考，我希望成为什么样的老人呢？作为一名从事老年精神医学近35年的医生，和田先生在与大量高龄人士的接触中，深刻体会到，有些人能够优雅的老去，而有些人却无法做到。有的人年老后显得固执拘谨，而有的人则能从容自在，坦然接受衰老的过程。通过与这些老年人相处的经历，和田先生自己也逐渐步入60多岁的年纪，并逐渐明确了自己理想中的老年人形象。在书中，和田先生总结出3种值得追求的老人类型：优雅的老人、智慧的老人以及有趣的老人。作为一位接触过超过6000位高龄人士的老年精神科医生，他将自己的心得与感悟写入了这本书，旨在为读者提供关于幸福老去的宝贵启示。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3个部分：第一，无论我们如何努力，变老是人生中无法避免的自然规律。第二，当您离世时，是否会有人真心为您流泪？第三，变老所带来的最大好处。首先是第一部分，无论我们如何努力，变老是人生中无法避免的自然规律。您是否已经坦然接受自己的老去，还是仍在与时间抗争？在信息爆炸的现代社会，人们对待变老的态度逐渐分化。一部分人坚持着抗衰老的立场，努力通过各种方法与衰老做斗争；另一部分人则主张顺其自然，接受身体的老化。抗争还是接受，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命题。作者基于其多年从事老年医学研究的经验，提出了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：无论如何努力，最终每个人都要面对变老所带来的改变。他曾通过研究高龄患者的病理解剖发现，超过85岁的人中，无意完全避免阿尔茨海默病相关的神经变性，也没有人能彻底摆脱癌症或动脉硬化。这表明，无论多么注重预防认知症或生活习惯病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这些问题几乎都是不可避免的。然而，令人惊讶的是，即便脑部萎缩程度相似，个体之间的表现仍有显著的差异。有些人可能完全丧失了认知能力，而另一些人却依然保持着清晰的头脑。因此，即便未来可能面临认知症的风险，我们仍应尽量延续灵活的思维状态。同时，也需要正视衰老带来的种种局限，例如记忆力减退或行动力下降。这并不是否定抗衰老的意义，而是强调找到抗争与接受之间的平衡。抗衰老与接受衰老并非水火不容，而是一种动态的过渡关系。在我们身体还能够应对的阶段，积极维护健康是其中的关键。如果在需要努力的年龄选择放任，可能会加速衰老的步伐。例如，退休后过于安逸的生活方式会让一些60岁左右的人提前进入到老年状态，行动迟缓，精神不振。现如今，随着人类寿命的延长，日本男性的平均寿命已经超过了81岁，女性则超过了87岁。从60岁开始，如果以一种虚弱的状态度过未来的20多年，生活质量必然会大打折扣。当身体进入真正衰老的阶段，学会接受并适应显得尤为重要。即使面临认知症或行动不便，依然有许多方式可以保持生活的乐趣。例如，借助轮椅保持出行自由，通过阅读或与人交流保持思想的活跃。关键在于，不必纠结于不能做的事情，而是珍视并挖掘还能做到的事。很多人倾向于放大自己的局限，却忽略了自身的优势。实际上，哪怕是在高龄阶段，只要某一方面仍然具备独特的能力，
依然可以令人刮目相看。比如，一位长期卧病在床的老人，如果能讲出有趣的故事，仍然会吸引到愿意倾听的人。同样，爱好绘画、音乐或运动的人，即使进入晚年，也可能在原有基础上创造出新的辉煌。历史上不少艺术大师的晚年作品，往往比年轻时更具有深度和感染力。这说明变老并不意味着价值的消失。接下来是第二部分，当您离世时，是否会有人真心为您流泪？作者通过多年与高龄者的接触，得出一个深刻的体会：步入老年后，年轻时追求向上攀升的价值观已经不再适用了。曾经为了金钱、地位拼命努力的人，到了晚年，常常感到一种难以言说的空虚与悲哀。到了老年阶段，重要的不是依靠头衔和成就过活，而是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，活得更加真实与精彩。您身边的人，是因为您的职位、财富而关注您，还是因为您这个人本身而喜欢您？晚年的幸福并不能依赖金钱和地位。当您步入老年，或许已经发现，这些外在的东西最终无法带来内心的满足。答案在于思考如何在70岁、80岁时成为一个有趣、受人喜爱的人。有些人在退休后，为了更高的收入而奔波，这对于需要维持生活的人而言，确实是一种选择。但如果人生的后半段仍然只围绕着赚钱来打转，这样的生活未必能带来真正的幸福。金钱固然重要，但随着年龄增长，您可能会发现，住在豪宅里未必会舒心，反而可能让孤独感更为强烈。相比之下，一间温馨舒适的公寓，也许能让人感到更加惬意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大多数人对高收入的需求逐渐减弱，这意味着您可以抛却对金钱和地位的执着，转而追求自己真正热爱的工作和生活方式。这种转变才是老年幸福的真正源泉。不要把变老视作负面的事情，而应问自己：接下来我想做什么？我想要怎样的生活？与其追求我能获得什么，不如关注我想如何活着。当你按照自己的想法去生活，往往也能收获最理想的结果。在年轻时，金钱与地位是一种吸引力，可以带来物质上的满足，甚至能赢得人际关系。但到了老年，金钱的吸引力逐渐减弱，真正吸引他人的是您作为一个人所具备的特质，比如谈吐的风趣，或某种值得学习的优点。相比之下，那些靠撒钱吸引人群的高龄者，或许能够短暂地赢得关注，但这样的关系往往难以持久。作者指出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那些围绕在身边的人，如果仅是因为金钱而聚拢，往往难以带来真正的幸福，反而可能加深内心的空虚感。这种现象并不鲜见。理想的高龄人际关系应超越金钱和头衔的束缚，建立在真诚和纯粹的情感基础上。高龄者之间的理想关系，不是依附于名利，而是源自于人性魅力和某种难以言说的光环。然而，这种光环在现代社会似乎愈加稀缺。回顾过去，许多值得尊敬的长者常以人格魅力和专业能力长期受到爱戴。比如，曾经的学校老师往往能让学生终生怀念，医生因其安抚人心的能力而备受信任。这种能给予他人安心感的特质，正是高龄者应努力追求的品质。即使已进入晚年，成为一位值得信赖并令人感到温暖的存在，也绝非为时已晚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许多人逐渐会失去职业头衔和社会地位。例如，企业高管的职业巅峰多出现在50至60岁，而后便步入尾声。然而，能力并不会随头衔的消失而削减。实际上，只要意愿仍在，工作能力的巅峰期可以延续至更长的岁月。退休后的社会更注重个人的实际能力，如何在这一阶段挖掘自身价值，并通过行动为社会做出贡献，是值得思考的全新课题。到了高龄阶段，
继续参与某种形式的工作对身心健康有着重要意义。以日本的长野县为例，当地因高龄者就业率较高，不仅平均寿命更长，每位高龄者的医疗费用也相对较低。这里的工作可以是有偿的职业，也可以是志愿服务或兴趣活动，只要能保持身体和大脑的活跃即可。在年轻时，人们多以赚钱和晋升为目标，被迫承受压力并迎合他人；而进入高龄阶段后，这些束缚逐渐减轻，更多的选择权掌握在自己手中。此时的工作不再以名利为导向，而是追求个人的满足感和社会贡献。这种自由选择工作的快乐，以及通过行动为他人带来幸福的成就感，正是高龄生活的魅力所在。近年来，年轻人中流行着 FIRE 财务独立、早期退休的理念。然而，这种向往的退休生活，实际上是许多老年人的特权。我们应当将工作从单纯追求金钱转移到更有意义的事物上，享受更加充实的退休生活。此外，随着全球老龄化的加剧，老年消费者的需求不仅能推动国内产品的发展，还能增强国际的竞争力。比如，目前大多数时尚杂志的目标读者是50岁以下的群体，但如果老年人持续作为时尚消费群体，或许会有面向70、80岁以上的时尚杂志问世。这不仅能够振兴杂志行业，还能通过消费带来更充实的生活，推动社会向着更积极的方向发展。然而，尽管许多老年人拥有相当的财富，却不愿意花钱，为了将来捐赠或其他目的储蓄是可以理解的。但如果只是为了看到银行账户上的数字增加，或为了将更多财产留给后代，那最终可能会变成只会守着存款的吝啬老人。虽然节俭有其价值，但在当前的经济环境下，单纯储蓄而不加以利用的钱，显然没有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。钱的真正意义在于消费，而非仅仅储蓄。拥有财富并不意味着比那些花钱的人更伟大。花钱不仅能对社会产生积极影响，也能使个人的生活更为充实。在临终时，许多人往往表示，自己希望拥有更多的美好回忆，而不是单纯存下大量的金钱。那些拥有许多美好回忆的人，似乎总是能带着微笑安然离世。我们应当秉持积累回忆而非积累财富的理念。另外，尽管这可能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道德层面的问题，但那些真心为他人做好事、待人亲切的人，往往会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被人们深深怀念和珍惜。虽然这是常识，但我们常常会忽视这一点。在年轻时，或许我们会过于关注个人利益，但当步入老年，我们应当重新审视如何面对他人。作者有着丰富的与老年人接触的经验，他坚信，做好事终将得到回报。在您离世的那一刻，是否会有为您哭泣的人呢？不论您如何追求个人利益，最终都会离开这个世界。我们不应盲目恐惧死亡，更不应回避它，而是要认真面对。当那一刻到来时，是否会有人因您而感到悲伤？这或许是我们从现在起就该思考的问题。最后是第3部分，变老所带来的最大好处。在年轻时，我们通常会朝着具体的目标努力，比如追求某个职业或者想要获得的头衔。这种追求在很多人的人生中占据了重要地位。然而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这种追求变得越来越困难。此时，重点不再是单纯追求理想中的自己，而是更多的思考如何以更合适的方式活出理想的自己。也就是说，更多的关注自己应该如何生活。如果仍然受限于世俗价值观，我们可能会陷入这样的思维：某些职业地位更高，某些头衔更显赫，因此我们会拼命朝着这些目标努力。然而，随着年岁的增长，我们会发现有机会从这些狭隘的价值观中解放出来。我们不再执着于名片上的理想自己，而是开始追求如何活得更好的理想生活。这正是年龄带来的特权之一，
实际上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相比那些拥有显赫头衔的人，更能吸引人的往往是那些拥有独特生活方式和魅力谈吐的人。虽然这些人未必是您曾经理想中的自己，但在年老之后，探索如何成为理想中的自己，也许成了我们如何利用时间的最佳方式。作者和田先生在回顾年轻时光时曾说，年轻时他非常羡慕那些迅速成名、备受热捧的人。在今天这个社交媒体盛行的时代，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成功人士可能会产生强烈的嫉妒感。然而，作者最近开始认为，人生的巅峰其实应该出现在后半生。他表示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我们常常会发现那些年轻时成功的人，到了老年后，却只依赖过去的荣光，不断的自夸，最终变成了让人讨厌的老人。的确，有的人认为，年轻时拥有成功、健康和体力是理想的状态，也有些人认为，如果年轻时能积累财富，像是拥有数亿的资产，余生就可以过得轻松自在。然而，这样的生活也可能变得乏味。很多为了避税而前往新加坡的企业家或富豪，最终几乎都会选择回到日本。尽管新加坡的气候温暖、治安良好、食物美味，似乎是理想的生活场所，但实际生活中，由于料理选择有限、气候单调，往往会让人感到些许失落。日本的食物种类丰富，四季分明，不同季节能带来不同的乐趣。无论是炎热的夏天，还是寒冷的冬季，都让人充满了期待。人生也是如此，充满了起伏和变化，这正是生活的魅力所在。也许今天不顺利，但未来依然可能充满了希望。保持乐观的心态，是走好人生道路的关键。在现在的中国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从竞争激烈的社会中退出，放弃买房、结婚等传统的生活方式，追求一种尽量不做什么的生活态度。这群年轻人被称为“躺平族”，他们似乎没有明确的梦想，放弃了追求，给人一种消极的印象。然而，如果您认为未来没有希望，那么无论年纪多大，剩下的人生可能会变得漫长而空虚。如果能够相信人生的巅峰还在前方，那么即使进入老年，向着更高目标迈进的乐趣也会一直持续下去。个人的思维方式决定了我们如何看待未来的人生，以及如何享受生活。既然如此，不如享受剩下的时光，活得更加自在。年轻时，由于受到世俗观念和传统价值的影响，我们难免会受到某些束缚。但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许多束缚会自然消解。老年生活的魅力，恰恰在于能够摆脱世俗的评价和期待。作者认为，最洒脱的老年人，是那些不被世俗价值观束缚、过得从容自在的人。与之相反，令人讨厌的老年人，往往是那些喜欢说教的人。在认知疗法中，一个重要目标就是改变那种固守应该如何如何的思维模式，摆脱世俗的框架。正是从这种僵化思维中解脱出来。有些老年人不仅仅停留在说教层面，他们通过自己的生活方式默默地影响着他人。比如，在医疗界，也有一些医生，他们按照某种标准教导他人，但也有一些医生轻松自如地通过自己的态度和生活方式影响着他人。哪怕不加说教，这类医生通常会更受大家的尊敬和喜爱。一些人会将自己束缚在应该如何如何的框架中，比如那些不愿意依赖他人的人，他们常常拒绝接受别人的帮助，怕给别人添麻烦。的确，不依赖他人看似很理想，但随着年岁的增长，最终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需要依赖他人。即便身体逐渐衰弱，不愿接受他人帮助，反而可能带来更大的风险，甚至导致无法自理的局面，最终给亲人带来更重的负担。因此，最好的做法是不要固守独立，坚持寻求外界的帮助。重要的不是完全不依赖他人，而是学会成熟地依赖他人。依赖他人并非指拿不还，而是通过互惠互利，
维持健康的人际关系。例如，当他人给予您帮助时，简单的谢谢就能让对方感到尊重和满足。依赖不仅体现在人际关系中，也可以体现在工具的使用上。许多老年人会使用拐杖、助听器等工具，这些工具不仅能帮助减少跌倒风险，还能改善交流，便于行动。这些工具最终提升了老年人的生活质量。重要的是，不要强求自己做所有的事情，而是要接受自己不能做的部分，依赖他人，并过得更加从容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能做的事情或许会减少，但依然有许多可以做到的事情。因此，我们要学会珍惜这些能力，并保持积极的心态。当某些事情无法做到时，依赖他人是完全可以接受的。但要始终记住，无论如何，我们依然是有价值的，依然有许多值得去做的事。最后，我想通知大家一下，我们还有一个新频道——学识 Plus。该频道将每天提供更为精简的视频内容，并增加有关论文等相关有益知识的解说。如果您感兴趣的话，请通过概要栏中的链接进行查看并订阅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